我的朋友很少，原作是咋完结的呢？这个其实我以前是做过的，当时做的太笼统了，所以这次我重置一下。首先，该作其实是由平板读老师对，就是写那个如果有妹妹就好了的平板读老师，于2009年至2015年期间，在角川集团旗下的 MF 文库 G 轻小说平台上所连载的轻小说作品。该一作全篇共出了11卷正篇内容，1卷番外故事。我们2011年至2013年所看的2季 TV 动画版10季翻拍了原作的前8卷内容，对应关系如视频所示。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在第2季的结尾处，男主在教学楼天台上跟女3号李克打了一架。这事儿的前因是因为男主其实发现自己喜欢灵人部的某个成员，再加上学生会的成员找男主帮忙，所以男主借着帮学生会的机会，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去灵人部。而灵人部里面的妹子之间其实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互相友好。这个社团一旦男主不在，大家的关系就变得奇奇怪怪，所以李克找男主就是希望男主回社团直面自己的感情。而第8卷的结尾和动画的结尾都表述了男主向李克告白说我们做朋友吧，而李克的回答是我们要做一辈子的朋友其实这里面是一语双关，后面的剧情会提到，请各位先记住这个桥段。然后到了第9卷中，还是在这个天台，李克了解到男主是喜欢上了灵人部的某个人以后，李克就进一步的问男主到底喜欢的是谁。男主回答说喜欢白崎星乃。不过李克多问了一句就喜欢这一个吗？男主当时回答这还用问吗？其实还喜欢南幸村对，就是那个一直女扮男装的男主小弟。但男主当时说喜欢幸村的原因，是因为第8卷时，南幸村跑来找男主，并主动跟男主告白，说想强暴男主，让男主心跳加速，所以男主也不知道这个感觉是不是喜欢。总之这个时候男主就已经很在意南幸村了。李克告诉男主这样是不对的，虽然男主跟灵人部的谁交往了以后都会破坏这个社团的氛围，但逃避只会让事情恶化，所以让男主回灵人部直面自己的感情，去跟成员们好好交代。所以男主主动找到了白崎星乃，并跟星乃告了白，说我喜欢你。星乃很害羞问男主你喜欢我什么呢？男主很认真的说喜欢胸部。男主甚至太严要揉一揉，星乃当时都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愤怒，所以男主趁胜追击，跟星乃说道我们还是别交往了。星乃听完当时就气炸了，明明2个人就两情相悦，为什么不能交往呢？男主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说，这是为了灵人部的大家，不交往就是为了让大家的人际关系不出问题，所以希望星乃能够跟自己一直是普通朋友。星乃虽然很生气，但是因为星乃很喜欢男主，所以还是委屈了自己，选择暂时不跟男主交往。然后正当灵人部的关系缓和的这个时候，3日月夜空给灵人部的每个人发了个消息，说是他要去很远的地方旅行，不回来了，叫大家不要想他。原来夜空早就偷听到了男主和李克在楼顶上的对话，知道了男主喜欢星乃，所以夜空很伤心的决定离家出走。结果因为夜空身无分文又无处可去，最后只能躲在路边瑟瑟发抖，以泪洗面。还是男主的妹妹小鸠后来在路上发现了夜空，把夜空捡回了家，洗了个澡。但男主此时并不知道这事儿。男主一回家打开浴室的门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丝不挂的夜空在浴室里奖励自己。后来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男主劝小鸠以后在路边别看到什么都往家里捡，养不起啊。夜空大骂了说你是把我当宠物看了是吧？不过无处可去的夜空也主动交代了，其实夜空他家是一个离异家庭，家里只有母亲在，因为母亲对他关心不够，再加上没有朋友，自己喜欢的男人也喜欢别人了，所以夜空想要逃避现实，找个地方躲起来。不过后来在男主的劝说之下，夜空还是选择在男主家住一段时间，毕竟自己身无分文，哪儿都去不了。而住在男主家的这一段时间里，夜空本想给男主秀一下厨技，但是一拿刀手就抖，所以男主一回家就看到了这个造型的夜空，搞得男主总感觉小命不保。后来夜空在男主的劝说之下又回去上学，并回到了灵人部以后，星乃对夜空是一顿冷嘲热讽。夜空为了扳回一筹，就主动交代了自己住在男主家时候被看光光的事情，一语激起千层浪。南幸村、白崎星乃、玛利亚甚至小鸠纷纷爆出了自己也被男主看光光的经历。总之好不容易灵人部又在男主的聚集之下重归于好。另一边学生会因为男主之前帮过
过忙，所以学生会请男主在周六一起去雪场休学旅行的旅馆一起玩一天。这事后来被邻人部的人知道了以后，邻人部的人也嚷嚷着要跟着一起去，所以后来在新乃的爸爸的张罗之下，邻人部和学生会一起去旅行了。而名叫日部日向的学生会会长告诉了男主夜空其实是他的亲妹妹。然后就到了第10卷，这一卷男主通过问询夜空和日向会长得知了，原来夜空的亲妈本来是一个高材生，虽然工作能力优秀，但是不会做家务。生了2个女儿以后，家庭琐事搞得夜空的亲妈天天跟爸爸吵架。后来夜空亲爸受不了了，于是夜空的爸妈离了婚，然后夜空的亲爸又娶了一个姐姐日向，跟着爸爸他们一起过。而这个后妈人非常的好，又会做家务，又很体贴，所以日向的家里过得很不错，也让运动全能的日向非常的阳光，甚至后来当上了学生会长。但夜空跟亲妈过了以后，亲妈每天 PUA 夜空，说爸爸的坏话，还不管夜空。夜空想主动帮妈妈承担家务，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却导致夜空被妈妈痛骂了一顿。夜空的妈妈说，你是不是要拿做家务这事儿来讽刺我？导致很小的时候，夜空的心理就已经扭曲了，从此拿菜刀，夜空的手就会抖，并且夜空跟姐姐从此不再往来。那时候才小学的夜空想当一个男孩子，早点从家里独立。当年也是男主带夜空走出了心理阴影，所以夜空才这么黏着男主。而如今日向希望靠男主让他们姐妹关系缓和。男主后来了解到真相以后，从中牵线撮合，再加之日向虽然是学生会长，但学习能力是一塌糊涂，高3了竟然还在复习高1的内容，还剩4个月就高考了，面临了一大堆问题。后来夜空也不希望看到姐姐留级，以后还得看到姐姐这个理由，主动跑去帮日向补习功课，这也让夜空有了学生会的朋友，也重新修复了夜空的亲情。而去旅行期间，男性成员除了男主外，就只有新乃的爸爸作为司机跟了过来。男主为了不跟新乃他爸在男澡堂被逼着互相搓背，男主只好跑去混浴洗澡，结果正好在这里碰到了理科啊，补全了邻人部最后一个没被看光身子的传说。不过后来旅行结束后，理科主动跑去跟新乃承认错误，说自己小心机犯了，给男主看了个精光。但是新乃却说无所谓，你被看到的胸部顶多算是个赘肉，我的胸才是傲视群雄的。这话说的时候，男主当时也在，为了给理科帮腔，男主说理科的胸不是赘肉，是瘦肉啊，导致理科当时就气疯了，说要去发明脑电波，给全世界的人洗脑，让大家都认为胸大的人脑子不正常。不过这也体现了新乃啊是多么的不注重别人的感受。后来在某一天，有男生给新乃送了礼物，招致了4个女生的嫉妒，使得这4个女生堵住了新乃，让新乃去给那个男生回复心意。结果新乃脾气太冲，跟这几个女生吵了起来。结果这几个女生当众就诬陷新乃，说什么不懂人情世故啊，还嘲笑新乃没有朋友。这时候夜空突然杀出，一顿 PUA， 说了一大堆新乃的坏话，但最后夜空却说自己就是新乃的朋友。而有男生想要为这4个女生出头，冲出来想要教训新乃和夜空，让他们给4个女生道歉。本来想给同学留下好印象的男主，这时候也不故意去隐藏自己什么本性了，冲出来就说你竟然敢动我的女人。于是男主跟一群男生打了起来，最终男主被一群男生打翻在地，还得到了打架的处分，不允许参加休学旅行，还停课了1周。不过男主也发现自己才是导致邻人部成员无法成长的罪魁祸首，所以男主本想退社，但男主看到了夜空和新乃因为这一次事件之后成了真正会互换手机号的好朋友以后，男主没忍心递交退社申请，默默的离开了社团教室。但这时候南幸村却找上了男主，南幸村直接道破了男主想退社的想法，并说穿了男主当初跟理科告白其实是想成为理科的恋人，但是理科却以一辈子的朋友回绝了。所以南幸村明着告诉了男主，男主种种行为是因为无法正视自己到底喜欢谁才变成这样。男主也明白了自己其实是被理科甩了。正当男主左右为难的时候，南幸村向男主告了白，并希望跟男主正式交往。于是故事来到了最终卷第11卷，这一卷开头就暗示了南幸村是主动牺牲自己，他要跟男主交往，哪怕男主的心里不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但南幸村依旧打算退出邻人部，这样他就可以跟男主交往，其他成员就不会再互相算计敌视，只会把矛头指向自己。而男主也表示，如果理科和南幸村要求自己做什么事情的话，男主也会优先选择理科，但幸村并不在乎，只要能够跟男主在一起，
他什么都愿意。于是男主最终答应了跟幸村交往，甚至还带着幸村一起去见了星乃夜空，公开了交往的事情，导致从此理科夜空星乃同仇敌忾，一致对幸村决定把男主的心抢回来。好在幸村在此之前跟学生会的成员几次接触中处成了好朋友，所以幸村此时并没有被孤立。不过此时给男主感情捣乱的还有男主他爸。男主的爸爸此时忙里偷闲回到了家里来照顾男主兄妹俩，并且爸爸带着男主再次拜访星乃家时说，小时候的婚约是句玩笑话，等于男主和星乃的婚约的 flag 被爸爸强行给拆了，并且男主的爸爸一直想看看儿子的女朋友南幸村，希望男主带女朋友回家见见家长。就在这样的日常中，男主他们升上了3年级。不过夜空的姐姐日向因为成绩一塌糊涂，最终留级，还是跟男主他们成了同学。夜空也很崩溃，自己的努力全白费了。而另一边，玛利亚的姐姐因为在某次钓鱼春游的过程中差点摔倒，是男主的爸爸救了她，导致玛利亚的姐姐从此迷恋上了男主的爸爸，甚至这个姐姐每天借着玛利亚和小鸠是好朋友的理由跑男主家来做饭，促进自己跟男主爸爸的感情。顺带一提，小鸠和玛利亚也成为了挚友，以至于小鸠明明成绩很差，为了能够跟玛利亚再次见面，小鸠开始努力学习要考男主的高中。而男主后来跟南幸村的感情也是越来越好，甚至男主去南幸村家里拜访了幸村的妈妈。而其他的女主中，夜空、理科其实都没有放弃，都跟男主再次告白，说要把男主抢回来，但都被男主以好朋友的名义搪塞掉了。而夜空跟星乃的关系却越来越好，而星乃也通过夜空的关系跟夜空的亲姐姐成了好朋友。再后来，南幸村因为跟学生会的成员走动的比较近，所以幸村选择要去竞选当会长，还让男主来帮忙做自己的推荐人，导致选举期间投票的观众们还有理科等人纷纷起哄，问幸村跟男主交往到哪一步了，有没有上床。不过幸村此时已经成长到可以轻松的面对这些话题，在幸村学生会的朋友的帮助和拉票下，幸村的大方的谈吐赢得了学生们的青睐，最终成了学生会的会长。而幸村成为了会长后，跟男主约定咱们在圣诞节的那一天为爱鼓掌吧。幸村觉得自己跟男主已经交往了1年了，在男主高中所剩下的最后的3个月里，幸村要不留遗憾的把想做的事情都做了。男主很是感动，然后甩了幸村，因为男主觉得圣诞夜当天一定要跟邻人部的成员们一起度过。不过不再和男主交往后，南幸村重新以社员的身份加回到了邻人部，并且还得到了邻人部成员的同情，于是大家暂时放下了隔阂，一起庆祝了圣诞节。故事的最后，夜空后来跟自己的妈妈大吵了一架，导致夜空跟妈妈决裂，并借住在了星乃家。星乃的爸爸本想收夜空当养女，夜空当时很感动的就回绝掉了，因为夜空想要做星乃家的管家，立志成为财阀幕后的影子掌控人。故事的结尾，男主星乃、夜空高3毕业，夜空考的是本地最好的大学，而以星乃的成绩本来能上跟夜空差不多的好学校，但是星乃势必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于是星乃报考了男主所报的大学，预示着未来星乃和男主终将走到一起。故事的尾声在毕业典礼上，在玛利亚的毕业祝福声中，邻人部的全体成员都有了朋友，全篇故事至此也正式的落下了尾声。好了，以上就是我的朋友很少的原作完结的大致内容。各位看完以后有啥看法与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你还想看哪部动漫的原作是咋完结的？本期视频点赞过2万，我就3天之内做出下期视频，望各位多多点赞，多多支持。